从来没有哪一届国外车展一走进去就像回中国老家一样。今年的德国慕尼黑车展，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的展位上，1/3是中国车企和中国汽车产业链供应商。这么说吧，你随便走几步就能看见一个中国品牌。当然，最让小编绷不住的是这届的慕尼黑车展上，竟然还有不少三蹦子。没错，就是你平时在村里见到的那个。这算什么？土到极致就是洋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9月14日，2025年的慕尼黑国际车展正式结束。今年这届车展的关键词几乎就是两个国家，德国和中国。根据主办方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此次共有748家展商参展，其中325家来自德国本土，423家来自其他国家。除开德国，中国展商数量排第一位，共116家整车、零部件以及相关企业参展，几乎占了海外参展商的1/3。第二名是韩国，他们有58家相关企业参加，日系和美系车企身影则寥寥无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慕尼黑车展的举办地分为两处，一处在慕尼黑展览中心，就像北京新国展这样的室内场馆，这里普通观众入场需要购票才能进入，而另一处则是在室外，比如本届慕尼黑车展就在慕尼黑老城区的玛利亚广场、国王广场、路德维希大街、慕尼黑王宫庭院等地区布设了户外展区，后者不需要购票，而且街头的展馆和展品与具有浓郁巴伐利亚风情的建筑相得益彰，可以吸引大量民众前来参观体验。比如这里就是比亚迪的展区，可以看到排队参观的人超级多。而这里呢，则是宝马的展区，可以看到也是人山人海，可见这个慕尼黑展会在车圈的地位了。但让小编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素以高大上著称的慕尼黑车展上，竟然也有电动三轮车。没错，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那个三蹦子。县城里拉货的、接孩子的、赶集的，哪儿都能看见他的身影。而这个看起来土得掉渣的玩意儿，现在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。比如此前纽约时代广场之处，有一外国小伙驾着一辆三蹦子倒车，那情形就像乡村赶大集一样，引得周围美国人目瞪口呆。如今从北美到欧洲，从城市到农场，三蹦子真是哪儿都吃香。但就算知道三蹦子火，可小编也没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慕尼黑车展，并且还引来了不少人围观。看着这一张张黄色卷发、高鼻梁大眼的白种面孔，将三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小编就有一种用老干妈瓶子喝咖啡的感觉。就当小编以为这些三蹦子都是国产的时候，更意外的来了，这些三蹦子居然都是德国造的。本以为是中国的三蹦子出息了，能上慕尼黑车展了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原来是中国的三蹦子出息过头了，直接从根源上把外国车企也洗脑进三蹦子狂欢营了。祖师爷中国表示很欣慰，有一说一，这次德国带来的这些三蹦子还是很不错的，当然抄作业嘛，谁不会？不过这些三蹦子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也是全场三蹦子里最吸引人的，就是这个橙色的三蹦子，它是 FP 家的。那为什么小编说它特殊呢？是因为它不用充电，直接换电池，一块电池能跑80公里，和手提电脑差不多大，两边有把手，一拉就出来，像换弹夹一样，全程不到30秒。这个三蹦子的展台现场人挤人，不少老外的钱包都在蠢蠢欲动。期间有一位德国大叔感受了一下电池重量，只见他单手直接轻松拎起，嘴里随即就蹦出了一句 easy， 脸笑得跟捡到钱一样。当然，换电池只是这个三蹦子的其中一个优点，它还没有链条，电机直接塞在后轮里，下雨天再也不用怕裤脚甩泥。而它的轮胎是马牌的，花纹深，看着就踏实。此外，它的底盘是一整块铝合金，螺丝少得可怜。老板说这个车的模块卡扣一按就能拆，修车铺5分钟能换完整套动力，非常方便。这让小编突然想起自家楼下的修车大爷，每次他修电动车或者三轮车时，都要骂上半小时，说螺丝锈死了。
而要是换成这款三蹦子，大爷估计得失业。而最让小编意外的是，这款三蹦子上的那块小屏幕，它能实时显示剩余电量、电机温度和轮胎气压。以前轮子坏了只能干瞪眼，现在屏幕直接告诉你哪块出问题，该换哪个模块，直接省去被修车铺忽悠的阶段。说实话，这玩意儿要是国产的，价格砍一半，那快递外卖大军肯定立马换车。不过不是国产的也没关系，毕竟三蹦子是从中国走出去的，祖师爷想造一个这种小东西，岂不是手拿把掐？届时全世界将再次被中国制造所支配。三蹦子在国外到底有多火呢？这么说吧，它就是老外眼中的东方神车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三蹦子的出口量差不多飙到了40万辆，直接火到被制裁。但即使被制裁，也拦不住海外订单，把国内厂商砸到断货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最近有一位日本网友在国外问答网站上发出了灵魂拷问：中国的三蹦子凭什么成为欧美新宠？他说道，在我看来，中国国内大爷大妈们去田里干活、接送孙子上学的三蹦子，竟然在欧美成了抢手货，甚至一车难求，凭什么？而对于这个问题，一位美国网友现身说法，他表示，这简直是伟大的发明。我的农场很大，以前开卡车去巡视或修栅栏，又费油又不方便，现在有了这个小家伙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窄小的田埂路也能轻松通过，拉点工具饲料简直不要太方便。自从我买了它，邻居们天天跑来问我在哪儿能买到。可以说，在中国，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坐上回村的三蹦子，整个人会瞬间变得土里土气。但是在美国，能坐着三蹦子招摇过市的人，绝对是左邻右里眼上的人上人。而由于三蹦子实在太火了，最近奥迪居然宣布也开始造三蹦子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，小编的第一反应就是开玩笑的吧？奥迪呀，那个4个圈的奥迪居然要造三蹦子了。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，奥迪真的跟印度的初创公司 NM 合作，搞出了一款电动三轮车，据说价格只要1.2万人民币，还自带雨棚，可以合法上路。这下子那些骑雅迪的大爷大妈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了。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，以前我们总说宁愿坐在宝马里哭，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。现在好了，奥迪直接给你造了个豪华版三轮车，让你既能坐在奥迪里，又能买得起。当然，这款奥迪三蹦子可不是随便糊弄的，人家用的可是 e-tron 测试车的废旧电池，这个设计理念其实挺超前的。什么叫废物利用？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而且它的车身采用黑灰涂装，轮圈和成员舱还有红色条纹装饰，设计风格完全是向 RS e-tron 系列靠拢的，说白了就是把超跑的基因移植到了三轮车上。这个操作真的是怎么说呢，有点像是让兰博基尼去造拖拉机，但偏偏人家还造得挺认真的那种感觉。但说真的，奥迪这一步棋走的还挺聪明的。现在国内的新能源市场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？10几万能买到的电动车，续航配置、智能化程度都快赶上以前几十万的豪车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传统豪华品牌要么继续高冷着慢慢被边缘化，要么就得放下身段去挖掘一些以前看不上的细分市场。而奥迪就选择了后者。这款电动三轮车主要针对的就是日常使用场景，菜市场拉货、接送孩子、短途代步，这些需求看起来很低端，但市场其实挺大的。想想看，有多少人每天都在为这些最后1公里的问题头疼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觉得这是奥迪在自降身价，毕竟花了那么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，现在突然要去造三蹦子，确实会让一些老用户觉得有点掉价。但小编觉得时代变了，以前的豪华可能就是高不可攀的那种距离感，但现在的消费者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更看重的是实用性和性价比。如果奥迪能用豪车的品质和技术造出一台真正好用的电动三轮车，为什么不选它呢？再说了，这种跨界创新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品牌的技术自信，敢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拿来做下沉产品，说明人家对自己的技术实力还是很有底气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1.2万的价格真的是挺有杀伤力的。现在市面上稍微好点的电动三轮车价格基本都在5000至8000元之间，奥迪这一下子定到1.2万，确实不算便宜，但考虑到品牌附加值和技术含量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关键是这车还合法上路，不怕查，这对很多需要用三轮车谋生的人来说，可能比什么豪华配置都重要。想象一下，以后快递小哥开着奥迪三轮车送货，
外卖员骑着奥迪三轮车送餐，这画面还挺有意思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